谍战动作美剧《母狮》第3季重磅上线，包括妮可基德曼在内的所有原班人马尽数回归。母狮小队的队长乔开局就遇到个大危机，在他好不容易让家庭重新回归平静时，一辆黑车突然盯上了他。乔被人破窗而入，喷了喷雾套上头套，当场带走。CIA 高官凯特琳迅速通知手下人，让其赶往乔的最后位置，但这时候的乔早已被那辆黑车上的人给带走，现场只留下了一只手机。而乔为什么开局就遭遇绑架，还得从6个月前说起。当时凯特琳收到消息，乌克兰对外情报局的一个特工想要和他们的人当面沟通，凯特琳派了乔去会面。Alexei Yurimov. I'm sorry, I'm not up on my Russians. You know SSD? Yes? He runs it. He's moved to the front. I have his location. 特工希望乔能帮忙抓住尤里，因为尤里是普京的人，若他们这边动手会被普京疯狂报复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美方出手。But what do we get in return? I hold the jar. 这笔交易稳赚不赔，很快乔就带人前往了乌克兰。这里的天空悬浮着上百架无人机，四处侦探时一旦发现敌人的痕迹就进行轰炸。乔他们想要进入秘密基地，必须用烟雾做遮挡。来到基地，钻进地下通道，下面就是他们的作战指挥点。指挥官告诉他们，此次目标尤里的定位已经找到，在俄方新挖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里，那是俄方用来运送部队和装备的地方。We will move through the trench to their left flank, which is Rally Point. 战斗定在6点半，短暂休息片刻，大家就开始行动。先躲在战壕里，放出100架无人机，再把战犬也放出去开路，众人便可以跟着往前冲。这外围警戒的是朝鲜人，他们看到无人机出现立即开枪，可就在他们忙着打无人机时，战犬死死咬住他们的身体。赶来的乔等人在趁机开枪将朝鲜人解决，顺着这片战壕往里走，听到有脚步声就火速开枪。众人很顺利就到达了目的地，但突然大批敌军赶来，好在没多久他们就把对方全部解决。再次派出战犬冲入房中，等门关上再采取爆破闯入。进去后见人就杀，没有看到目标尤里，众人便四处搜寻。他们找到了房里的地下通道，拉开门板先往里丢颗炸弹，直到里面没有声音再派狗去探路。此时下面的敌人已经倒了差不多了，小队开枪杀了剩余者，终于成功抓到了此次目标人物尤里。他们挖出了尤里腋下的追踪器，此趟任务虽有队员伤亡，但最终也还是圆满完成。临走，小队还不忘炸毁俄方地道，为防暗处攻击，负责掩护的队员还给他们发射烟雾弹，护送他们顺利回归。完成任务后，乔回到了家，可还没来得及休息一晚，他就听到外面有人敲门，看了看时间已经很晚了，他便掏出手枪走了过去。 Can I help you? Or would state police? Please. Step outside. 乔没有听从此人吩咐，因为当他询问对方名字警徽时，这人什么都答不上来，还往后看了一眼，这让乔无比确定此人动机不纯。You're not the police. 乔开枪杀了这2人，然后打电话要求联邦立即来他家，他的位置彻底暴露，美方怀疑是这个阿美干的，因为之前阿美对乔透露了俄罗斯间谍的位置。等乔带队抓捕了那名间谍后，他住址就暴露了。乌克兰的女特工落到美军手里会怎样？首先，美军会派人找到女特工的家人，确定屋里没人后，美军才会放下警惕。美军拿出电脑，让视频另一头的女特工阿美看清她家人的情况，这样阿美才能乖乖接受审讯。 I don't know. Maybe they got her face from a drone or a satellite. I don't want excuses, I want fucking answers. 阿美看着被劫持的母亲和妹妹，半天都没有再说话。乔的同事凯尔怀疑阿美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双面间谍，但阿美否认了此事。他情绪激动时甚至撕开衣服，让他们开枪打死他。 Is there a different breed? Never you call me that. Fuck you! I'm gonna fucking kill you! 阿美这么恨俄罗斯，绝不会是俄罗斯的间谍。他被克鲁兹揍了一拳后冷静下来。凯尔见问不出什么，便让乌克兰那边的美军离开阿美家。看来乔的位置泄露不是阿美干的，而是俄罗斯那边的人。凯尔将此事告诉 CIA 高层，他认为俄罗斯那边应该很早就盯上乔了。这下乔的家人必须被严密保护起来。有人负责保护乔的2个女儿，路上却被货车拦住去路。2人担心这是俄方的计谋，便亮出警灯。
他们得提高警惕才能应对危机。哪怕有人突然跟乔搭讪，大家也会将其视作威胁者。凯尔和克鲁兹带乔去见了阿美，乔又一次对阿美进行了严刑逼问，可阿美的回答依旧和之前一样，她说是俄方查到的乔的住址，和他没有关系。乔带队抓了俄方重要的间谍，俄方绝不会轻易放过他。乔只能让阿美加入会议，探讨关于眼下的情况。阿美是乌克兰美人计小组的成员，他们用狼群比喻俄罗斯，用老虎比喻大中国，用熊比喻美国。狼群杀不死熊，老虎也杀不死熊，但狼群和老虎无法友好相处，一起对付熊，所以使用了疾病。And they've been infecting you for many years. 美方很多官员都被各国用美人计控制了，乔的住址泄露，或许就是那些官员干的。为了利用阿美引出那些官员 ，CIA 决定对外发布声明，声称在美国领土逮捕了一名俄罗斯特工，并说此人曾与多名美国官员有接触，这样便能顺势引出那些人。原本一切都很顺利，可谁也没想到一段时间后，乔会被人抓起来。在他音讯全无这段日子，他被人绑起来酷刑折磨，这是被称作最残忍刑罚的滴水刑。乔的头部被固定住，那些水滴持续滴在额头同一位置，对他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折磨。Bird bath water drip, so it's a nasty trick. 乔不肯向俄方的妥协，还嘲讽俄罗斯存在的原因，是因为没人想要夺走那冰冷的地方。You gotta go through the motions and try to flip me. 乔从他的话里得知了现在自己还在美国，但很快这群人就会将他带去俄罗斯。他奋力挣扎，可长时间被绑缚手脚，让他根本没力气对付几个壮汉。乔就这样被带上了飞机，而飞机起飞后 ，CIA 那边才终于查到了他的位置。凯特琳和拜伦从国安局调取了所有车辆信息，通过搜查乔最后消失位置的车辆，成功找到了带走乔的那伙人的据点。如果不及时将乔救回来，等乔进入俄罗斯地界后，俄罗斯就会公开母狮计划，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外交后果。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，若俄罗斯将乔交给伊朗，那伊朗就会公布信息并审判乔。长官让拜伦赶紧找到乔，于是他派凯尔带领小队去进行营救行动。凯尔和母狮小队成员们坐直升机来到乔的信标处，悄无声息溜下去，先炸开侧门，再控制里面所有人。可惜他们搜查了好一大圈，也没看到乔的身影，因为乔早在他们到来前就被俄方带走了。凯尔逼问出了飞机尾号，让人调查飞机所在位置。随后所有人重新坐上直升机，只要上面查到乔的地点，就算在空中执行拦截任务也在所不惜。拜伦找到长官，告诉他暂时还没找到飞机在哪。拜伦担心俄方想要的是其他东西，他们当初抓走了俄方的间谍尤里，可俄方好像并没有要换回尤里的意思。这些年乔一直带队在中东地区活动，如果俄方将乔交给伊朗，伊朗又从乔嘴里问出了情报，对美国来说会是巨大的隐患。 We got any solutions? We justify taking him by claiming fear of a new Russian. We offer him back. He's given us no useful information. 拜伦的提议没有直接被长官同意，长官表示要跟总统先谈一谈，这中间一个处理不当，乔就会成为政治牺牲品。凯特琳找到乔的老公，将此事告诉了他。眼下有3种可能：第一种是营救任务成功，乔几天内就能回家；第二种是上面答应用尤里交换乔，这样乔就会在几个月内或者更久的时间回来；第3种则是凯特琳让乔的丈夫做好准备，同时也在思考乔被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6个月前，乔还坐在 CIA 的会议室里，当时他们抓了乌克兰的特工阿美，打算利用阿美抓取更多有用之人。母狮小队全员出动，克鲁兹等人还上演了美人计。This looks like small potatoes, boss. You gotta get past 60,000 beasts to find the queen, Bobby.